黑丝绒观音莲质地独特，且气质高贵典雅。叶片有着有绿，如同天鹅丝绒般的质感，搭配上乳白色叶脉，叶纹有如甲骨文凹凸般，富有造型。比起一般的观音莲，黑丝绒观音莲较为小巧，大多仅有10到15公分高，是小型类观音莲。美丽又圆润可爱的模样，很适合作为居家植栽。观音莲在许多室内植物之中是较为娇贵的一款，然而给予特定的呵护照顾，它们通常就可以长得十分出色。如何简单轻松地照顾观音莲？您可以试试水耕栽培。这回来聊聊水耕栽培黑丝绒观音莲，手把手水耕教学以及日常养护指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观叶植物小笔记，我是秋明，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，绿化居家环境。观音莲因着它大又极富特色的叶片，而有着大象耳朵的别称，是天南星科海芋属的观叶植物。原生在热带亚洲及美洲的雨林栖息地的林荫下层，处于频繁降雨和水汽充足湿润的气候，因此观音莲不耐干旱，喜欢温暖潮湿且带有间接和煦阳光的环境。在室内植物中，观音莲属于根系较为敏感的一款，所栽种的介质需要足够的透气输水，否则容易造成叶伤及根部腐烂。养好观音莲，最重要的是给它湿润通风且根部透气的成长条件。虽然观音莲不喜欢闷湿，但它的叶片在湿气充足的环境之下会更加美丽有精神。而水耕栽培可以给予观音莲根系足够的呼吸空间，借由控制水量多寡来避免因土壤闷湿所造成的烂根，也可以因着水耕栽培的水汽来制造环境湿度，避免环境太干燥而引起的虫害。每个品种的观音莲会因着植株特质不同，而对养护条件有些微差异。这回介绍的黑丝绒观音莲原产于马来西亚沙巴州，是原生自然物种。在2018到2020年期间，黑丝绒观音莲越来越受到欢迎。在观音莲品种之中，属于生长速度较缓慢，叶片质厚实，也比较耐久的一款。接下来将逐步说明如何水耕栽培黑丝绒观音莲，以及水耕的日常养护该注意哪些事情。来看看吧。水耕栽培黑丝绒观音莲。水耕观音莲，水中氧气与营养是使植株成长的关键。借由定期换水，添加新鲜干净的水，并且使用水耕营养液来帮助观音莲获取养分。您可以事先准备好工具，有水培容器、水耕篮、发泡炼石、水耕营养液以及观音莲植株。步骤1：处理植物。情形1：子球孵化。观音莲的地下茎会发展出子球，长出侧芽。在每次为植株换盆时，可以将子球取出，或是等侧芽发长到一定程度时，再进行分株。若是以子球孵化之后直接进行水培，建议使用的容器尽量透明可见，方便观察子球状态。等到它成长到够大的植株时，就可以使用水耕篮来水耕栽培。情形2：土培转水培。用盆土栽种的观音莲转为水耕时，往往需要经历一段从土培根系汰换为水培根系的过程。这期间需定时清除老旧腐烂的根系，您可以在每次换水时来进行。将黑丝绒观音莲从盆土中取出，去除所有的土壤。此时可以一并处理植株腐烂老旧的根系，只留下健康的根。处理植株时，有一点十分重要，那就是前述提到观音莲的球根与根系极为敏感，对于水分尤其如此。当根系接收到过多水分时，植株很容易就产生水伤淤青的现象。因此清理时尽量小心轻巧，切勿用水柱直接清洗。
您可以使用纸巾或笔刷来清洁球根与根部。步骤2：固定植株。准备好水根篮以及水根介质，像是发泡链石或陶粒、鹅卵石等等。将清洁干净的黑丝绒观音莲放入水根篮中，让植株根部穿过露出篮子底部洞孔，使它能接收水分。接着用发泡链石填满篮子，固定植株球根。固定时，建议让球根露出上方部位，不要被介质全部淹没，让球根能透气，也方便观察植株的健康状况。步骤3：加入清水。将清水倒入水根容器中，并按照说明添加适量的水根营养液。水位大约在1/4到1/3的高度，让底部的根系接触到水即可。留给观音莲根系透气的空间，切勿让水填满整个容器。植株根部会循着容器底部的水汽向下发展。步骤4：定期换水清洁。当水培的根系稳定成长之后，就尽量减少移动球根与根部。换水时，将水根篮拿起来即可，并顺便清洁容器。每周换水1次，并添加适量营养液。观音莲在添换新水之后，叶片可能会出现水珠，这是植株排出吸收过多水分的密集现象。此时需尽快擦掉植株上的水分，以免水伤。水根观音莲的日常养护。黑丝绒观音莲的水根栽培其实并不困难，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条件以及定时观察照顾，它就可以长得很美很健康。水，保持水质的清洁与稳定是水根栽培最重要的事情。每周最少添换1次新鲜的清水，可以补充水中的氧气，使植物根部得以呼吸。不定时观察水质是否清新，若水面有浮油或异味，就要立即换水。最好使用过滤水或是静置过的自来水，以避免水中的氯物质对植物造成伤害。常温水即可，太冰或太热的水都可能导致根系受损。水位维持在根部与容器下方1/3到1/4的高度即可。请勿浸满整个根系，以免烂根。营养液，您可以选择有标明室内植物水根用的营养液，根据包装说明来使用。通常每2至4周更换1次，您可以在换水时一并添加。营养液包含了植物所需的氮、磷、钾等养分，能使植物稳定成长。环境，水根的观音莲适合放在室内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，不宜放在太过阴暗的地方，也要避免直射阳光，以免生青苔或是水温剧烈变化而影响植株健康。水根植物最佳的生长温度在摄氏20到25度之间。倘若天气变化剧烈，气温骤升或骤降，都需要留意植株状态。也需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，让植株得以健康的呼吸。尽量保持遮阴凉爽，减少因光线折射而带来的变化。根部健康，水根植物根系生长的速度，多数都比叶片成长来得多，来得快，因此根部的健康尤为重要。定期换水，并且保持水位适中。定期检查根部，确保根系没有腐烂或变色的情形，以免影响到植株健康的部位。修剪与清理，定期修剪枯黄叶片，不仅保持植株美观，也可以减少养分的消耗，同时可以促进新叶的生长，使植株更加茂盛。叶片枯黄可能是由于光照不足或水质浑浊，此时需调整摆放位置，并更换成纯净的水。另外，观音莲植株最重要的部位就是它的球根。球根需保持透气，避免浸泡在水中或闷湿的介质中。
观音莲有健康的球根，它的根系与叶片就会很茂盛。倘若您的观音莲根系与叶片全失，然而球根仍完好，只要比照孵化子球的方式来养护，它依然可以重新生长茁壮。这回的水根栽培黑丝绒观音莲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看完这些能让您更了解植物，喜欢植物，成为绿手指。如果您喜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秋明，我们下回见。